历史简报，历史新发现，全球媒体的历史信息与文章，历史简报。习近平加大了压制文革历史的力度。纽约时报，中国压制对文化大革命的记忆正在冒着未来的风险。潘卡伊、米什拉 Pankaj Mishra 在纽约时报上警告说，这场运动试图从中国社会中清除非共产主义分子，估计导致160万至200万人死亡。这一时期的创伤有可能被中国执政的共产党遗忘、净化和滥用，从而损害其公民的政治利益。习近平加大了压制文革历史的力度，高中教科书将其缩减为基小段。唯一一个致力于这一时期的国家遗产的不对游客开放，习主席警告说，不要对他的党的过去进行任何不讨人喜欢的描绘。在缺乏真实历史的情况下，围绕文集兴起了小型怀旧产业，宣扬一厢情愿，宣传怀旧冲动往往会助长宣传。圣经成为世界上最有价值的手稿。BBC， 希伯来圣经的沙逊手抄本是10世纪仅有的2本包含塔纳赫完整文本的手稿之一，在纽约苏富比以 38.8 米美元3060万英镑的价格售出，成为拍卖会上有史以来最有价值的手稿。这份手稿创作于西元900年左右，被认为是现存希伯来语抄本中最重要的例子，因为它包含希伯来圣经的所有24卷书，带有元音点、标点符号和重音。销售价格被认为是任何犹太文物的记录。文化毁灭如何抹去历史？德国之声。随着塔利班在阿富汗重新掌权，人们对该国的历史文化遗址提出了担忧。塔利班此前于2001年摧毁了巴米扬山谷的佛像，浪费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重要的世界遗产。然而，破坏圣像和破坏文物的例子并不新鲜。从古埃及时代到法国大革命和最近的黑人的命也是命抗议活动，雕像和纪念馆因宗教、政治和意识形态原因而被摧毁。破坏的一种替代方法是创造性的重新利用这些物体，例如艺术家通过纸浆或其他材料赋予雕像新的意义。1990年代真的是历史吗？詹姆斯·布鲁克·史密斯回顾了说明重新定义我们记忆方式的10年。多伦多星报。在《悖论时代》一书中，西蒙·布鲁克·史密斯分析并讨论了1990年代。尽管一些读者可能认为他们所经历的10年不值得历史学家进行调查，但布鲁克·史密斯证明他们错了。他善于分析，提供背景，并从他所看到的中得出结论。这本书展示了1990年代的不同元素是如何自相矛盾的。这本书涵盖了从经济学到人权的各种主题。虽然布鲁克·史密斯的风格有时可能有点密集，但他是一位敏锐、公正和有见地的评论员，对近代历史的复杂时期进行了评论。值得注意的是，布鲁克·史密斯在他的分析中尽量不要太明确，他更感兴趣的是邀请读者在闲暇时研究材料，并从他们阅读的内容中得出自己的结论。唐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原罪。外交政策。乌尔贝·博斯马 L. Bosma 的《糖的世界》，甜食如何改变了我们的政治、健康和环境超过2000年，认为糖和资本主义有著千丝万缕的联系。该行业在500年的时间里剥削了工人和土地。这本书追踪了资本主义对糖的影响的演变，从奢侈品到受政府保护的消费者必需品。这个体系继续承受住帝国、王朝、国家和经济意识形态的兴衰。翻照兄弟是该行业如何运作的一个例子。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糖业公司 ASR 集团，现在具有政治影响力，因为兄弟俩游说美国2个政党保持保护主义，防止巴西糖业消灭美国的糖业生产。亨利八世国王和他的妻子，他为了在他的宫廷中生存而必须忍受的战斗。英国每日电讯 Firebrand 已经在戛纳电影节上放映，尚未在英国上映，已经接受了每日电讯报的审查。这部辛辣的戏剧讲述的是亨利八世国王和他的妻子凯撒琳·帕尔分别由裘德·洛和艾莉西亚·维坎德饰演。这部电影将他们描绘成意识形态对立的敌人，而不仅仅是在国内领域。
剧情讲述了在亨利八世中幸存下来的帕尔，以及他为了在他的宫廷中生存而必须忍受的战斗。影片一开始，帕尔秘密前往林地神社，听他的朋友安妮·阿斯库由艾琳·多尔蒂饰演的布道。这位朋友很快就会在猎巫时被烧死在火刑柱上。他是天主教会仍然掌权的新教激进分子。该评论将劳对亨利八世的描述为可怕的暴食者。这部作品来自导演卡里姆·艾努兹 Karim Anos， 他是巴西最知名的电影制片人之一。他在电影中抨击了维米尔，并将亨利八世描绘成英国君主制的哈维·韦恩斯坦。每日电讯报认为，这些内容可能更适合电视剧。历史学家彼得·弗兰科潘 Peter Frankopan 关于优秀写作的不寻常规则。悉尼先驱晨报。牛津大学全球历史教授，丝绸之路、世界新史和新丝绸之路、世界的现在和未来的作者彼得·弗兰科潘 Peter Frankopan 与记者本杰明·劳 Benjamin Law 就宗教在他的生活和人类中的作用进行了交谈，他的写作诫命、迫害和杀戮的必然性以及全球治理。他还谈到了英国政治，虽然他得到了公众的信任，但他并没有在所有领域都有信誉，也没有竞选计划。美国的博物馆比历史书籍和教授更受信任。传统基金会。玛丽·格拉巴 Mary Grabar 在联邦党人 The Federalist 一书中指出，美国的博物馆比历史书籍和教授更受信任，已经成为美国意识形态辩论的最新战场。其中一些博物馆提供了扭曲的历史版本，这是组织网络共同努力控制该国历史遗迹的结果，从而影响了对年轻人的教育。文章引用了曾经是詹姆斯·麦迪森 James Madison 故乡的蒙彼利埃 Montpelier 如何为弗吉尼亚州的学校开发反种族主义课程，并参与想象力练习，让孩子们想象鞭打人类同胞。大萧条时期多伦多爆发的反犹太主义和反移民情绪与阿道夫·希特勒的崛起平行。加拿大 CBC 一部名为《克里斯蒂坑暴动》的新作品已经上演，以配合加拿大历史上最大的种族骚乱之一的90周年。大萧条时期多伦多爆发的反犹太主义和反移民情绪与阿道夫·希特勒的崛起平行。新的身临其境的特定于地点的制作有助于故事对观看者变得更加个人化和情感化。它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希望吸引公众参加演出，也许可以参观它。加拿大历史上缺失的一章，为石磨黑人拥有的住房合作社笼罩在神秘之中。加拿大 CBC Chantal Fee 对他父亲背景的一个研究专案发现了加拿大历史上缺失的一章。Fee 的父亲是住在马丁街的一个临时住房专案中的一个家庭的孩子之一。马丁街是新斯科舍省安提戈尼什的一个白人社区。后来发现，该专案是一些黑人家庭的家园，这是解决非裔加拿大人试图购买自己房屋所面临的障碍的举措的一部分。马丁街合作社最终在1978年获得了建设的绿灯，此时支援者的数量已经从14个减少到只有5个。戴安娜·赫伯特 Diana Herbert 与年轻的玛丽莲·梦露合作的女演员。讣告。英国每日电讯。戴安娜·赫伯特 Diana Herbert 是一位好莱坞明星，因与玛丽莲·梦露合作而闻名，享年94岁。她和梦露在20世纪福克斯时就成为了亲密的朋友。这对搭档将在梦露的处女作《飞毛腿》。1948年由戴安娜·赫伯特的父亲 F. 休·赫伯特执导。然而，影片中他们在一起的镜头最终落在了剪辑室的地板上。虽然他没有达到与梦露相同的名气，但赫伯特一直工作到2011年。加拿大公园计划对200多个历史遗址牌匾进行重大改写。多伦多星报。加拿大公园管理局正计划重写纪念该国遗产的青铜牌匾，重新审查650个被认为对了解该国过去很重要的历史遗迹的文本。目前大约2/3的牌匾被认为是好的，但有200块被认为是优先改变的地点，因为他们排除了土著人民的贡献或使用不恰当、殖民主义或过时的语言。
据说这项工作部分是由真相与和解委员会2015年的一份报告推动的。一些人批评这些计划，指出用现行标准评估历史人物是当下主义，但该机构主任派特凯尔表示，这些变化旨在扩大讲述的故事，而不是抹去熟悉的故事。鞋子和香槟瓶，开创性的扫描可能会解开泰坦尼克号的秘密。悉尼先驱晨报，史上规模最大的水下 3D 扫描将揭开这场灾难背后的许多秘密。这场灾难在1912年4月泰坦尼克号撞上冰山并沉没时夺走了1500人的生命。自1985年发现沉船以来，由于缺乏能见度，阻碍了专家对沉船的探索。据说超过70万张图像覆盖了创建现在可用的数字孪生 3D 重建所需的每1毫米结构，大约是任何其他水下 3D 模型的10倍。使用的 3D 成像技术和映射系统可以克服你可以看到的各种惊人的小细节，成像专家 Gerhard Seifert 说。探险和拍摄公司大西洋制作了一部 4K 纪录片。勘探队不得不使用罗密欧与朱丽叶号潜水器对这艘船进行了200个小时的研究。在此期间，潜水器覆盖了每个角度，同时与威胁其稳定性的大西洋风暴争吵。录像显示，虽然船头被冰冷的水保存，但位于800米外的海床上的船尾坍塌在泥浆中。数十只鞋子、香槟瓶、雕像和其他装饰品仍然散落在船上，甚至其中一个螺旋桨上的序列号也可见。然而，即使研究了这种明确的扫描，泰坦尼克号如何沉没的谜团仍然没有解开。研究远洋客轮20年的专家派克斯蒂芬森 Park Stevenson 表示，新资讯将让人们缩小并查看整个事情，并且它是真正的游戏规则改变者。他补充说，新资讯可以阐明真正导致灾难的原因，包括冰层撞击的地方，这是新篇章的开始。牛津大学从其建筑物中抹去了萨克勒的名字。CNN， 牛津大学将在审查其与家庭的关系后，将萨克勒的名字从其建筑物中删除。该大学将从阿什莫林艺术与考古博物馆和伯德利图书馆等著名地标中删除该名称。萨克勒的名字也将从教授职位的头衔中删除。牛津没有透露有关审查内容的任何进一步细节。据报道，这一决定得到了萨克勒家族的全力支援，该名称将保留在2个捐赠委员会中。巴黎卢浮宫博物馆于2019年取下了萨克勒的名字。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在2021年也做了同样的事情。在阿片类药物危机之后，包括大英博物馆在内的英国机构已经切断了与家人的联系。该大学在声明中表示，自2019年1月以来，他没有接受萨克勒家族或其慈善信托基金的捐款。英国金融时报的一项调查称，该大学在过去2年中接受了萨克勒家族成员的资金进行持续研究。阴道博物馆为新馆社筹集资金。BBC， 阴道博物馆是世界上第一个致力于女性解剖学这一部分的博物馆，已经在伦敦东部建立了一个新空间，但必须在6月初之前筹集85000英镑12万美元以资助6年的租约。迄今为止，该博物馆已筹集了43000英镑，主要来自公众。该博物馆于2017年首次作为弹出式展览进行，然后于2019年在卡姆登市场开设了第一个永久性展览。从那时起，它已经接待了超过175000名游客。他被迫根据财产监护计划腾出最后的房舍。获奖作家克林特·史密斯 Clint Smith 正在撰写将扩展2战整体叙事的书。美联社，纽约作家克林特·史密斯 Clint Smith 与兰登书屋 Random House 签署了一份3本书的协定。史密斯因话语是如何通过的对美国奴隶制历史的清算2021年而获得美国国家书评人圈奖。他将撰写就在土壤之下，讲述第2次世界大战对故事鲜为人知的人的影响。这本书将是交易中的第1本书，尚未确定发布日期。史密斯还是大西洋月刊的诗人和特约撰稿人。亲爱的未来，这是我想传授给你的一个教训。澳大利亚时代报。
珍妮·奥德尔 （Jenny Odell） 提出了他对现在的看法，很可能来自人类面临几次危机的未来时代。这篇文章呈现了一种绝望和绝望的感觉，有些人可能会经历一个他们知道挑战但行动不够激进的未来。尽管在他有生之年和读者之间情况有所改善，但化石燃料公司仍在继续开辟新的油气田，新的燃煤电厂正在获得批准，物种继续消失。他谈到了一段失意的时期，人们不注意过去的斗争。人们接受了世界的衰落，这使人们相信看到社会逐渐清醒过来，而无需采取任何行动。其他人则相信技术和某种类型的知识是应对所有挑战的解决方案。奥德尔指的是一位出生在菲律宾的艺术家，他叫他 Bahala Nai。这句他加祿语是对现在的接受，人们拥有一切，一种极星精神，反映了生活在火山和台风中的经历，接近地球的沧桑。Bahala Nai 就像是信仰的飞跃，进入当前环境，而不是远离他们。他认为，通过对现在和我们自己的爱，未来是赢得的，来自每一代人都插入过去和无限未来的空白空间。作者最后提供了他从所有偏离历史时间线、信仰飞跃并在此过程中重塑世界的人那里学到的教训。巴哈拉纳。谢谢收看历史简报。